好厉害！我也来，我也来。哎呦，齐娘子，阿唐娘子。真是坏了我的好心情。你们这什么意思啊？我们怎么了？是因为我们没有给楚唐娘子行礼吗？你们有什么话就直说，这样阴阳怪气的，做给谁看呢？好啊。那我也想问问阿唐娘子，你知道你叔父魏将军楚灵没有守护好边郡，百姓都会遭殃的吗？我知道，大家口不择言，是对民众、国事担心，这样很好。我们闺中女娘们就应该多多关注国家大事，这样方才能知道世道艰辛，民生疾苦。但是，很多事不能只看表象，管中窥豹，自以为是。什么口不择言？我们说的都是事实。什么是事实？眼见才为实。你是亲眼见到我叔父防守失误，朔漠人占到便宜吗？你还想狡辩？你们知道云中郡有多大吗？你们知道一场战事有多少将官吗？你们知道朔漠横亘在大楚的商道上有多少朔漠人，在我们往来运输的道路上吗？只要朝廷查明了罪责，会定我叔父有罪无罪。只是现在，你们谁都不能空口定罪。战事一起，瞬时万变，错综复杂。皇帝的命令也不一定要听。而且你们根本就不了解云中郡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怎么能人云亦云呢？走，走啊！阿唐，我对不住。楚小姐看起来兴致倒是不错。楚家如今风雨飘摇，还能喝得下茶去。你要是想来看笑话，里边请，说书先生那儿更热闹。阿唐，怎可如此对太傅无礼啊？太傅想看戏，我便介绍他去戏园子，怎就无礼了？难不成我们姓楚的这就给定了罪，一句话都说不得吗？当然说的。阿唐娘子直言不讳，令人钦佩。即便你叔父真的不幸获罪，还有一个长公主为你撑腰啊。太傅说的在理，告辞。阿唐，等等我。完了，我这方才都说了些什么呀？对呀，后怕了吧？你刚才不还挺威风的吗？行了，你就别笑话我了。我那方才就是在气头上，我哪还记得自己说了什么，做了什么呀？这眼下回过神来，我魂儿都快吓掉了。不过事已至此，我说便说了，谁又能拿我怎么样？阿唐，你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你以前从不与人争执，更别提为了楚将军跟楚昭。叔父啊，叔父，你可千万别被获罪啊！我的阿昭，你可快点回来吧。
这伤都还没好全，就敢这般折腾？我有分寸。此人真的可信吗？梁强就算官职再小，那也是正经官兵。萧巡的私兵不会主动招惹和查看，这样我们就顺利躲过了萧巡的眼线。而且现在还能坐马车啊，虽然没有软垫高枕，但至少不用自己跋山涉水啊，多好，一举两得。让他们俩下来。这像是往城里运稻草的车。车上的稻草捆绑松散，一般捆绑松散的马车，重载不会超过300-500斤。可这车辙却深于半指，至少得有800斤。车上还有别的东西。看这车辙的痕迹，今日进城的车不会少于10辆。有人如此大费周章，想对望城下手。望城是边陲重镇，倘若望城失守了，那云中郡便会被朔漠前后夹击。是萧巡派人乔装入城，可是不管是藏人还是藏武器，那守城士兵怎会不查？边关军令第10条，凡是持有军需令牌者，所运的物资一律免检。以萧巡的身份，弄几块这样的令牌，易如反掌。所有进城，你们先回去。跟上。世子，朔漠军3000精锐已过了新谷关，到达距离望城不足100里的沙朗坳。让他们扮作商队，拿着潼关文牒走官道，沿途切勿怠慢。是。等他们攻下望城，我们再出兵。姐，不好了，姐！报信的兄弟说，萧南郡方向西北官道有3000精骑扮成了商队，向望城方向去了。从萧南郡而来，望城是云中郡后方命门，一旦失守，萧巡不出半日便能截断粮道。到时候云中郡守军腹背受敌，粮草断绝，朔望边军可就成了围中困守。坏了，那2个还在暗角城，恐怕也已经到王城。禀将军，末将在苍木林擒获2名苍木寨山匪。山匪一贯作恶多端，即刻问斩。将军斩我2人易如反掌，却不知朔漠铁骑破城之时，将军的刀可还能这般利落？你好大的胆子！
全在这儿妖言惑众。若我们真是山匪，何必自投罗网？今日进城，发现有人掩饰身份入城，运草车对车辙印深于半指，分明是藏了武器。你现在应该不是想怎么斩我，而是应该立刻派人关城门，搜查城内，加强守备。住手！区区草寇竟敢在这里妄谈军务，煽动百姓，乱我军心！本官现在就砍了你们头，挂在城墙上以儆效尤！上！好一个智胜奇招啊！没死在萧巡的刀下，却要死在自己人的刀下了。你说错了，我的自己人，从始至终，都只有你。反了，反了！速速将这二人拿下，就地正法！谁敢！魏将军麾下副将钟长荣，特迎长公主尊驾。丫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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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几年不见，不认识钟叔了。钟叔，是不是谁欺负你了啊？你狗官瞎了你的狗眼！这是楚将军女儿当朝长公主，你刚才说要把谁就地正法来着？都从我！赶紧滚下去吧，下去办事。钟叔，你怎么来了？嗨，你阿爹担心你，非要我出来接你回云中郡，都赶到一半了，这小子来信了，说你们快到望城了，
害我白跑了2、300里，急急忙忙往回赶呢。比我想象中的来得慢一些。老钟，你这腿脚该好好练练了。哼，没大没小的，说什么呢？身后发现，有说我们军3000从北面而来，已经在望城50里内。早有准备，这是要瓮中捉鳖呀！报！苏某明北门陈兵1500，东西南暂驻城门，各陈兵500。哎呦，不多，这还不多啊！望城屯兵只有500，怎能打得过这3000朔漠禁军啊？仗还没打，说什么丧气话？你当老子带的300楚家军是吃干饭的？你们望城躲在云中郡背后过惯了舒服日子，你们防备如此疏忽啊！800也打不过3000，放屁！800楚家军能干翻他3000？你要是再扰乱军心，信不信我拿你第一根鸡禽？3000兵马入境，为何没有走漏一点风声？除了萧群，还能有谁？这是打开自家后院，引狼入室。既然他们在东西南门各占兵500，那只要我们集中兵力从南门突围，就有几率护送长公主出去。对呀，阿昭，你此刻走，我们断后，我拼了命也能把你送出城去。不能走。我们不能让望城百姓沦为朔漠的刀下亡魂，更不能让萧巡的计谋得逞。望城在云中郡后方，若是朔漠打下望城，萧南王一定会趁势出兵，朔漠就有机会夹击云中郡，到时大楚势必陷入战乱，萧巡再趁乱夺围。所以，望城不能丢，我也不能走。你没事吧？葛大婶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又是哪路神仙啊？望城城门已经被朔漠人给封死了，你们是怎么进来的？这位是苍木寨的葛寨主，这位是葛大婶。苍木寨，山匪。对。我们从东门闯进来，那边约莫有500朔漠人。葛大婶，你来的正好。如果需要，吩咐便是。我们先回府衙议事。你跟那丫头只字未提。葛大婶，苍木寨的弟兄们又来相助，楚朝实在是过意不去。先前对抗萧南追兵，已是连累大家。如今望城危急，竟又要拖累你们。话这么说就见外了。我们苍木寨虽是山匪，却也知晓什么是大义。敌军当前，谈什么拖累？我对苍木寨的承诺一直有效。记着。长公主说的没错，末将搜城发现了10几名朔漠人和部分武器，已经全数缴获。赵大人，不妨图。朔漠兵取道萧南郡，而萧南郡山路崎岖，他们的粮草辎重肯定所带不多，所以他们比我们更心浮气躁。
对，方才在城墙上的确听得马蹄声杂乱，所以他们迫切想拿下望城，以望城为据点补给粮草，在前后夹击云中军。若是萧玄此刻带萧南郡的人马增兵朔漠，我们应当如何？以我对萧寻的了解，他既要借朔漠这把刀，必然要等刀见血才肯现身。他要等朔漠兵占据望城，这3000借到的朔漠兵就是他给朔漠的诚意，所以他的人暂不会有所行动。朔漠3000，对我们800，他们还是更占优势。望城城防物资有限，要如何取胜？我阿爹说过，历来打仗，并非比谁的兵多。如今就让他们见识见识，我们大楚如何以少胜多。长公主讲得好，你可有什么谋划呀？阿九，可有打探到敌军粮草和水源？在望城东侧有一条小溪，乃是朔漠人的水源；这望城西侧乃是朔漠人的粮草，而且只有名声。赵大人，水路上游可有支脉、隘口等水脉地势？你要断掉他们水源？城外5里处有条水道，每到旱季便会干涸。如果引水倒是可行，只是我们现在无法派遣民夫前往。这个交给我。你有什么办法？别忘了，我们可用鼓哨联络城外仓木寨的伙伴，让他们在水道处连夜行动。那就劳烦葛大神安排。你刚说西门有暗道？暗道通往此处，只不过是先帝年间修的，早已废弃了。阿九，你方才说粮草在西侧，对吧？不错。那即便是废弃暗道，也能为我所用。赵大人，传令下去，全城百姓庇护，严禁与城外来往。是。另外，将守城物资和粮草全部调往城南。北门敌军居多，你反倒把城防物资往南门堆啊？调虎离山。不错。这城门都封闭了，你拿什么传递信息引朔漠人攻打南门呢？朔漠3000兵马围城，必定料定城内人心浮动。若此时有人携城防图投诚，你们说他们会不会信？你急于破城，当然如饿狼变肉。我这贪生怕死之态，我骗不过朔漠人，我去。你一个斥候，凭什么取信于敌？我凭何取信敌军？长公主应该很清楚，不是吗？此去九死一生，你可想好了？我想好了，但我有个条件。混账！大敌来犯，你还敢提什么条件？我知道你的条件。此战若成，你活着回来，我为你向朝廷请封。朔漠人真相信他带去的假线报吗？不，我让他带去的是真的布方图。毕竟我确实把粮草运往了城南，没有什么比用真相编织一个谎言更容易取信于人。
葛大婶，你先去联系城外。朔漠人确认了梁强带去的城防图后，逼回增兵南门。此时西门守备减少。阿九、葛寨主，你们趁夜从城西暗道出城，火烧敌军粮草，乱其军心。中书、葛大婶，你们火起为号，待敌军大乱，率800精兵从北门出城冲阵，一举击溃朔漠主力，再逐一击溃四散队伍。得令。此战凶险，大家务必小心。是。大帅，可让东西两门率先发起进攻，而后我等率领主力一举攻破北门。报，在望城南门抓到一个奸细。将军，我特来献望城部防图。城内共500守军，皆装备陈旧，疏于训练。望城城外东侧水源已被切断，1日内便会完全干涸。城内粮草皆屯于南城，此时南城守卫最少，我们若从南门进攻，可迅速拿下望城。你一个叛军之将，为何要帮助我们？我粮食全足，皆因宫变，无辜惨遭流放，大楚皆视我为草芥，我又何必为他守节？那你所求何物啊？若顺利攻破望城，我愿助将军攻打云中郡，取楚灵儿代之。调虎离山，你们是想引我们去南门呐？啊！诡计多端，当杀！主帅，师傅来报，我说粮草都运往南门集结。带下去。传令，东西驻军各调一半去南门，速速从南门过城。是。
秦军，这片归你，狼阳郡王府那片归我。谁不知道这边都是穷人，狼阳郡王府那块都是有钱人。少废话，谁赢了，郡王府那块归谁。好。你在这儿待着干嘛？臭烘烘的！走走走，跟我去后门。哎，好。哥，少成，我跟你说，什么事进去说。袁少卿，你就是新郡啊？少卿，他是从小和我在芒沟光屁股长大的兄弟。听文宇说，你做清剿头做到了富庶坊，为争地盘，没少打架吧？这富人的货养料足，价格就高，大伙想多挣点，这抢起地盘来，磕碰是常有的事儿。一个月能赚多少？这以前在延庆坊顶多挣180万，这到了富庶坊，可以挣960万，足足翻了5番啊！哼，他倒挺会算账。打架有什么用？见过血吗？以后跟我们干，经常见血。大哥，人家刚来，你别吓唬他。开个玩笑，紧张什么呀？你这兄弟脑子还挺灵，但是这胆子嘛，还得再练练。这是要你的意思了。放心吧，以后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。谢谢，袁少卿，你一直是我最敬佩的人。为什么？你能从芒沟杀出来，靠着自己一步步立战功、升官职，现如今身居高位，这谁不敬佩啊？文宇，带他去账房，给他安排个差事。好，走。谢谢。这新郡虽然是文宇的朋友，但是你还是要让古叔查查他的底细。明白。对了，你方才找我什么事啊？我戒酒了。戒酒？为什么？你要当叔父了。你是说嫂子她有孩子了？什么和尚？你要当爹了啊？改天办个喜宴，好好庆祝庆祝。怎么了？这眼看就要当父亲了，不高兴啊？少成，我们以前见过太多死人了，太多了。从金元回来后，白生总说我过得浑浑噩噩，直到有了孩子那一刻，我突然感觉我自己又活了过来。但我怕自己做不好一个父亲。记得小时候我在芒沟桥头挑沙子，偶遇了一泼皮，挡了他的路，他一脚就给我踹到了河道里。等回来的时候，你看着我浑身脏兮兮的样子，二话不说，当一脚夺门而去。可你回来的时候，你浑身也是脏兮兮的，我以为你也让他给打了。可你猜后来怎么着？哼，那泼皮他娘的就没敢正眼瞧过我一眼。你从来没有和我说过，可我知道，我身后有一个好大哥一直护着我，你也一定会是个好父亲。对了，还有件事，李宗旭找过我了，他知道我投靠了梅党，所以他威胁我要买下芒沟的河道。这是一种试探，但是这也是一种警告，他随时能对我动手，让芒沟失去庇护。他要将芒沟人的命攥在手里。该死的！我们得罪李氏了，迟早的事吧。士族们一直阻止我改建为良，如果不把李宗旭，还有他身后的那帮老顽固们弹压下去，贱民们就永远翻不了身。来点猪肉吧。不，下次来啊。真的新鲜的猪肉，来两包。怎么办？你说的也对，下次。
老婆要一直披着它。这新鲜吗？特别新鲜。我的天啊！来点吗？哎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你害我好找啊你！走走走，回家。咋了，黑子？别叫了，别吓着我客人。回来啦。有件事要告诉你们，彩莲，我希望你听到后要冷静。好，你说。给你烙下七叶昙花烙印的人找到了，是琅琊郡王李宗旭。彩莲，无常，平安，是李宗旭，怎么会牵涉到他？他可是李氏宗亲，那这水不能再淌下去了，太深了。是很深，所以现在我让你们自己选，要成亲的去成亲，要过日子的去过日子。我只有一个选择，不管那个畜生是什么身份，他都必须付出代价。我早说过，御史案一日不翻案，污名一日未洗雪。就算是绝路，我也要走到底。我同意。那现在，我和丹心说一下我们查到的情况。他表面救济穷人，经营的盐铺、布坊为不少人提供了工作，实则背地里勾结市属令垄断经营，用各种名义让那些小商贩交钱，就像是入市钱，把他们逼得走投无路。下有手，李大善人能放过我吗？你们看什么？他笃信神佛，有常年上山祈福、给祭坛纳香火的习惯，每半个月便要去一次万安山，还会请僧人来讲经。还有，离哥告诉我一件重要的事：李宗旭不能行人事。他都这样，为什么还要祸害人？正因为不能行人事，故施暴虐行径发现。不要！有了这个，你就永远属于我，到死为止。此人如此残暴，疑心又重，想要靠近他，会很危险。正因如此啊，他的破绽才大。郎主，一切顺利，叶平安已经准备对李宗旭动手了。好啊，那就看他这条泥鳅和那条鲤鱼怎么在网里头互相撕咬吧。这人怎么这么怪啊？什么人？你这人，我问你话呢，怎么不回答？算了，不要理他，继续审审。是。你说贾爷这个爱欠刀的，死就死了，干嘛非穿着我们自己使的大红喜袍啊？大红喜袍？他该不会来找我吧？阿紫，大红喜袍都说景都已经死得蹊跷，这到底招惹了谁啊？
下，是不是撞鬼了？撞什么鬼？我看是有人故意派他们来，扰我心绪。抓他们下来，问问是谁派他们来的。哎，是。人不见了，上去看看。没有人，郎主。奇怪了，这里还是第一次起这么大的雾，怎么回事啊？哎，有妖物！有妖物！只看行商神作孽太多，怎么会被一只几条腿的怪物缠上？安山有菩萨庇佑，出现这等异象，会不会？不会。我月月香火不断，心地虔诚，多行善事。去，马上找一个当地山民将他带来。是。快走！郎主，你可是此地山民？小的正是，小的正是。我们遇到了一对姐妹，其中一个说她的夫君是商人，掉进井里淹死了，叫什么贾岩？你可听说过此事？贾岩，确实有这么个商人投井死了，不过在他投井之前，已经把自己的夫人和小姨都杀死了。你怎么可能见过他的夫人和小姨啊？你在撒谎！小的不敢了，郡王，小的不敢。你下山之后可以问一下附近的人，看看是不是有这么回事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碰到的那对姐妹也是。好了，快去祭坛。是，起驾。菩萨在上，我李宗旭的供奉是否有什么不够恭谨之处，才对我降下警告？我一定以金漆重塑真身，日日祷告焚香，盼得您的宽恕。施主。施主心意赤诚，想必我佛一定会听见你的诚心。不知师父如何称呼啊？我是普玄法师的弟子，法号了敬。了敬师父。师父，我今日上山，遇见一些怪事。师父既然是普玄法师的弟子，想必道行一定非凡，可否为我解惑呀？施主舒心坦言即可。了敬师父，我是不是撞见了什么妖物啊？依贫僧所见，也许是施主劳神而生幻象罢了。若施主不放心，我便用恩师所传之法器为施主一看。那就有劳了敬师父了。师父，这是……阿弥陀佛，那妖物就在附近。真有妖！那妖物跟随施主已久，只因此处为祭坛圣地，他才没跟上来。若不速速化解，近日恐有血光之灾。
刘敬师傅，为了血光之灾，如何化解呀？